我在恐怖游戏里摆小吃摊，诡异们下班后都会来我这里买一个嘎嘣脆的煎饼果子，直到家暴成瘾的前夫李二狗成为玩家进入游戏，他带人把我的摊位砸了个稀巴烂。家玩班的诡异们看到预定的煎饼果子被撕碎扔在地上，顿时怨气冲天。来到恐怖游戏第一天 ，BOSS 楚天跟我面对面站着。这是恐怖游戏，其中有很多个副本，诡异们各有本领。你会什么技能？我只会做煎饼果子。好吧，那这家店就给你了，这是钥匙。血月升起时，你必须开张营业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能营业，正好到饭点了。我给你弄个煎饼果子尝尝。我从不吃这种垃圾食品。不吃拉倒，我倒是有点饿了，不如趁着这会儿没客人，给自己来个超豪华煎饼果子吧。就是这个味道，轩。你吃的是什么？客人你好，这是本店的特色招牌豪华版煎饼果子，你要来一个吗？来一个。客人你出手也太阔绰了，这一个就够了。你也太瘦了，姐多给你加点菜吧。够不够妹子？不够，把姐加进去。这是什么人间美味？也太好吃了吧！你好厉害啊，还是第一次有人完整的吃下我做的超级豪华巨无霸版煎饼果子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招客人来。姐姐，这是我的朋友，请你给他们一人做一套煎饼果子，加10个礼金那种。好嘞。姐姐，这煎饼果子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俺也要。好吃就常来，但我有个问题，你们咋都穿着红嫁衣啊？我们都是被村民们绑起来，献祭给河神的祭品，都是可怜人啊！以后只要你们想吃煎饼果子，就来姐姐摊位，姐姐免费给你们做。谢谢，我们会帮你四处宣传的。食材也用的差不多了，我得回现实世界采购去了。可我没想到，等我采购食材回来的时候，店门口已经被诡异们包围了。老板回来了，我要一个经典版式煎饼果子。我是红衣女曼青介绍来的，我要顶配豪华版，加20个鸡蛋。好，我马上给你们做。食材又快用完了，我还得回现实世界一趟。我们几个都是恐怖游戏的玩家，我们发现你每次都能活着从游戏里出来，要不然咱们组队吧？还是算了，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弄煎饼果子，就不陪你们打怪升级了。几天后，几个玩家走进了我摊位所在的街区，他们穿着一样的衣服，都戴着面具，应该是一个团队吧。不过我的店铺远离副本，他们可能是误闯进来的。这里没有危险，看来是个没有被开发的副本。老大，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大家把面具摘了，放松一下吧。李二狗，老大认识这个漂亮妞啊，艳福不浅啊。这是老子的老婆，我以为跟着别的男人跑了，没想到在这儿被我抓到了。你还在这儿卖起煎饼果子过起日子了？说，那家伙是谁？你别颠倒是非，明明是你总打我才跑的。你生是我李家的人，死是李家的鬼，别以为你能跑得了！求你了，别踩，这是顾客预定的煎饼果子，他们下了班就要来拿。求饶也没有用，在恐怖游戏里，玩家不能攻击玩家，否则会受到反噬。但在现实世界就没有这么多规则了。等回了家，看老子不嘎了你！正好老子饿了，尝尝你做的煎饼果子。谁让你在里面放手指头这种东西的？这本来就不是给人吃的，是古堡副本里缝合怪点名要的。
真是自己吓自己。这地方这么偏，别说 BOSS 了，就连 NPC 都见不到一只。原来是缝合怪的右手小右来了，看来他今天一定是在古堡加班，所以才派小右来取煎饼果子。小右是个超级社恐，平时出门只敢走下水道。为了不吓到摊主，他每次来都会先弄点动静，让摊主有个心理准备。看来刚才的脚步声就是小右弄出来的。你拍我干什么？我没拍你啊！不对劲儿，拿道具出来检测一下。老大，检测仪没有检测出 NPC， 诡异值一直停留在0。你不会是被刚才那个副本里的红衣女吓傻吧？不好了，有 SSS 级的 BOSS 正在接近，而且不止一只。我们还没有进副本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大 BOSS 找上门来？愣着干什么？快跑啊！谁动了我的煎饼果子？煎饼果子是你踩的？不是我，是我们老大李二狗。他人在哪儿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饶了我吧！缝合怪都下班了，你还这么没素质，乱嘎人！你自己看。到底是谁不要命，来恐怖游戏必吃榜 TOP 1的店找麻烦？老娘今天不嘎了你们，出门倒着走！今天谁都别想活着出去！我觉得姐姐一定是被玩家绑架了，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身份，肯定会对玩家放松警惕。我同意曼青的说法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找到老板娘。我有点担心她会受到玩家的虐待，而且她只是一个会做煎饼果子的人，她能坏到哪里去？这些该嘎的玩家，我要把他们大卸八块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到煎饼果子老板娘。若有玩家阻拦，嘎。是不是你绑架了煎饼果子老板娘？什么鬼？我们这不是古代副本吗？哪来的煎饼果子啊？不是我！怎么大 boss 开局就出来了？不给我们活路了吗？到底是谁绑架了这个女人？全恐怖游戏都吃不上煎饼果子了。是谁绑架了煎饼果子老板娘？最好自己站出来，否则就是摊主们龙飞战队的第1号敌人。我们会倾尽一切资源道具，势必找到这个傻逼。凤凰战队也是，蓝铁牛战队也一样。你是不是得罪了哪个不得了的 BOSS， 差点害死老子？你不是很能跑吗？现在到了现实世界里，老子看你怎么跑！这是什么？二狗，你看窗外。欢迎进入伯爵的宝藏。欢迎大家来到伯爵的宝藏副本。伯爵喜欢收集亮晶晶的东西，但不久前他最心爱的宝藏被人类偷去。想要获得线索，就需要完成伯爵的考核。我怎么会进入游戏？我明明用了2S 级道具，但凡低于3S 级的副本都不可能强制拉我进入。难道这个副本的 BOSS 等级在2S 级之上？我通关10几个副本了，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副本？不会是新开的副本吧？难道真的在3S 级之上？不管怎么说，先进入古堡找找线索吧。第1道考核的裁判居然是缝合怪，他怎么不跟我说话？难道不认识我了吗？你们觉得煎饼果子里最应该放什么食物呢？我们根本逃脱不了姜饼果子魔咒。这该不会是 BOSS 为了找人专门开设的副本吧？我觉得每一个都能放进去啊，全都加进去最美味了。
一群傻子！缝合怪吃的煎饼果子会放人类的食物吗？应该放手指。答对了，那就放你的手指吧。为什么我答对了还要受惩罚？不要啊！因为你手贱啊！好了，现在各位可以前往下一个房间了，裁判正在等着你们。为什么红衣女 boss 会在这里？我们死定了！要是他不满意，1秒内就能把我们吸成人干。这个副本就没想让我们活着通关。各位，我的考核内容很简单，你们轮流进厨房做一份煎饼果子，每人限时5分钟。看来我在大家心里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我才消失几天，他们就已经开始找新的替身做煎饼果子了。算了，不多想了，还是眼下要紧。李二狗，你要干什么？缝合怪砍下了我的手指，我没法做煎饼果子，把你的给我，否则我就杀了你！时间来不及了，只能简单摊个面饼了。凭什么？我的煎饼果子才是最完美的，这个女人只是摊了个饼而已。你在狗叫什么？要不是老大下令，老娘早就杀了你了。不公平！我要投诉你们！那你真是找对人了，处理投诉的还是老娘。你的投诉我收到了，现在我决定解决掉你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副本的 NPC 只对李二斗一个人有恶意，对那个女生放水都放成海了？你们说会不会是他绑架了煎饼果子老板娘，害得全恐怖游戏都吃不上煎饼果子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这小子长得就贼眉鼠眼的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咱们都离他远远的。第3道考核，吃下自己做的煎饼果子。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？我的煎饼果子放了手指，这我可怎么吃啊？要不你们把我打晕，然后把煎饼果子塞进我肚子里吧。你眼睛抽筋了。曼青好像有话对我说，但不知道碍于什么，他不能直接对我讲。太好了，3条线索全部集齐，只要找到宝藏，我们就可以顺利通关。把线索给老子，不然老子弄死你！救命！老大，老大，都你来了。结束了。就在濒临死亡的一瞬间，我想起来了，原来我早就死过一次了。那是个大晴天，我推着煎饼果子的小车去学校门口摆摊。40度的天，我热得浑身是汗，但我依旧很高兴，因为我马上就存够钱，可以坐火车远离家暴成瘾的李二狗。结果我回家时，李二狗又喝得烂醉，他对我拳打脚踢，拿走我挣的钱去买酒喝。他还看到了我藏起来的私房钱。那晚他也是这样死死掐着我的脖子，直到最后我窒息而亡。太好了，姐姐，你终于记起来了。以后没人能再伤害你，在你的世界里，你就是唯一的规则。所有副本都是痛苦的化身，大家生前都过得很难，但不直面恐惧，就永远停留在痛苦中。时间久了，就会忘记自己是谁，成为副本里只会杀人的行尸走肉。拉你和李二狗一起进副本是老大的意思，他想逼你一把，让你靠自己觉醒。你别怪他，若你长时间不觉醒，是会被主神抹杀的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们。恭喜你加入诡异大家庭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为了庆祝你觉醒，我可以满足你一个要求。我不想当 boss，可以继续卖煎饼果子吗？